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4年7月26日，第33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来到法国巴黎。4年一届的奥运会开幕式就像是中国的春晚一样，有多少人喜欢，有多少人吐槽。人们在做评论和对比的时候呢，都绕不开08年的北京奥运。不管是后来的英国伦敦、巴西里约，还是日本东京每一届的开幕式呢，都有很多不买账的观众吐槽，啥玩意儿给咱们08年提鞋都不配。当然了，每一届奥运它举办地的文化背景、体育实力、国家层面经济人力的投入不同，都能影响这开幕式的规模和呈现。比方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单是一个太极表演，2000多名演员身高都要1.7米以上，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这个标准放在人口稍微少点的申办城市，真的是望人兴叹了。当然了，这么大规模的复制粘贴，在艺术和审美上的效果是另外的话题根据中国国家审计局的官方报告呢，北京奥运会和后来的残奥会开幕式耗资8.3亿人民币，约为1.25亿美元。这里面呢还不包括大量的人工成本。参演的15000多名演员几乎全部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免费参加排练和演出的。后来有媒体采访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Danny Boyle， 问他怎么看北京奥运开幕式，他的语气耐人寻味。说08年的开幕式是一场令人敬畏，甚至是令人生畏的盛会。中国的动员能力是我们没法比的，我们不可能在规模上超越它，只能在叙事上发力，把电影、摇滚乐、工业等充满现代英伦气息的元素展现给世界。话说回来，北京奥运会分分钟都能让人隔着屏幕感觉到经费在燃烧，效果自然是有目共睹的。在开幕式的最高潮，一个身着红衣的小姑娘用清澈中带有稚嫩的嗓音清唱了一曲《歌唱祖国》，将一首爱国主义内涵的歌曲通过孩子的纯真和对未来的期望，用如此温暖、如此人性的方式演绎出来。现场9万名观众为之疯狂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个演唱的女孩林妙可，漂亮可爱，落落大方，带着孩子的天真，嗓音更是甜得让人心都快化了。那2分钟让林妙可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如果没有这一刻，她的人生可能会完全不同。当时就有网友说在今后的1年甚至是好几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呱呱坠地的孩子会被父母起名为张妙可、李妙可、董妙可。开幕式结束没几天，节目组里头就有人爆料，林妙可的表演是假唱。这个不到10岁的女孩呢，由此卷入了成人们给她设置的舆论漩涡。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是春晚当麦霸，给不孕不育医院当代言，13岁出演爱情戏，考中戏落榜被批做作，还是7万元饭局陪酒，直播带货造假，林妙可这个名字的出现常常伴随着各种负面新闻，以及和她年龄完全不符的荒诞情节。从中国第一童星生女当如林妙可，变成了现实版的伤仲永，到底是谁打烂了这一副好牌？林妙可的成长又经历了什么？下面就让我们来讲讲林妙可出道以后的是是非非，以及那位因此跟她有了交集的生替女孩杨佩仪。1999年，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迎来了千禧宝宝。父亲林辉是《法制晚报》的一名摄影记者，母亲刘哲平是一位大学教授，爷爷林凯是著名的书画家。母亲刘哲平已经39岁，算得上是大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大出血，也是经历了很大的风险和痛苦才生下这个孩子。林父给女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林妙可，人如其名，小妙可又漂亮又可爱，聪慧伶俐。2岁的时候呢，爷爷指导她学习国画，可父母却发现小妙可其实更喜欢唱歌跳舞。学走路的时候，她就模仿着电视里的样子，摇摇摆摆的开始跳舞。进了幼儿园之后，更是音乐一响就开扭，表演总是站前排。林妙可似乎天生就有舞台感。根据她的一个老师回忆她从来不怯场，甚至观众越多，她的状态越好。跟每个叛逆成风的妈妈一样，刘哲平呢也想让妙可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他给女儿报了各种兴趣班、才艺班。由于林爸经常出差采访刘哲平一个人忙孩子，渐渐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从任职的学校办理了并退，一门心思的扑在了培养女儿上面，从一个大学教授彻底变成了林妙可妈妈。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林妙可也参加过一些项目的拍摄，小试牛刀，比如一个广告剧组，
摄影师啊，刚好是林妙可的一个远房亲戚，就跟导演推荐了当时才6岁的林妙可，结果发现他试镜的效果很好，从此便走上了演艺之路。之后呢，他又陆陆续续的接拍了一些广告，得到了在李宇春的 MV 中出镜的机会，也客串了一些电视剧里的小角色，算是在荧幕上混了个小脸熟。根据母亲刘哲平的说法，不管是广告还是演戏，收入每次最多也不过300-400块，这几年下来挣的那几千块钱还不够母女2人交通、食宿以及置办服装的费用呢。说白了他还是在给孩子积累经验，目的是将来有机会把孩子培养成明星。2008年3月，机会真就来了。一个圈中人士递话过来，说有一个知名导演在找一个7、8岁的小女孩担任重要角色，要求形象好，会唱歌，觉得林妙可应该挺合适的，建议林妈带着闺女去试试。结果母女俩过去之后才发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感觉北京城里适龄的孩子可能都过来了。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下，林妙可一路是过关斩将，杀入了最后的决赛面试。而这时他才知道，原来那个导演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艺谋。在搜狐网站上呢，有一篇报道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说是奥组委姓杨的人给林妈打了电话，让林妙可过去试声，后来通知就选上了。林妈还犹豫过要不要去，万一耽误孩子学习怎么办呢？最后觉得毕竟是家门口的奥运会，能出一份力也很有意义。再加上奥组委是直接和学校对接的，林妙可的所有安排都是学校方面推进的，于是就答应了。搜狐的这个报道把林妈说的相对比较淡薄，跟其他报道中厚望所寄的人设有所不同。总之吧，张艺谋最后挑中了包括林妙可在内的3个孩子，不过也没有告诉他们到底是要演个什么角色，只是安排他们如平常一般玩耍游戏，偶尔进行一些形体和歌唱的训练。就这样一直过了快2个月，张艺谋团队才终于拿出了一张保密协议，看见上面写的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林妈的手都抖了。但是在女儿面前呢，却依然要故作镇定，装作无事发生，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张艺谋的想法一天3个样，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林妙可能不能上场，上场后是主角呢，还是龙套呢，都很难说。就这样忐忑地熬到了2008年8月，距离开幕式还不到1周，3个被挑中的女孩中，另外2个突然被送回家了。这下林妙可的竞争者没有了，真正的成为了万亩地里的那棵独苗苗。可这才过了不到1天，一个新的孩子又被送了过来，他比林妙可小2岁，名叫杨佩仪。相比林妙可的拍摄经验呢，杨佩仪除了在一档北京电视台早间的儿童节目里头唱过几首歌之外表演经验几乎为零，面对镜头呢也显得有些害羞。之所以能被带到这儿面试，纯粹是因为这个孩子唱得好，而且是那种万里挑一的级别。他一开口唱歌大家都明白了，这孩子嗓音清澈，一经四作，一曲唱毕，音乐总指挥陈其刚忍不住起立鼓掌，觉得这是他听过最美最纯的童声。但是坐在一旁的张艺谋却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在之后的几天里呢，林妙可和杨佩仪开始进行高强度的排练，独唱和双人合唱都有。似乎张艺谋也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如何安排他俩的上场表演。不过孩子终究是孩子，2个小姑娘并不觉得有什么竞争关系而是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成了形影不离的姐妹淘。时间来到2008年8月8日19点30分，奥运会开幕式前半小时，2个孩子都换好了演出服，头发妆容也在专业人士的打理下准备妥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艺谋安排的是童声合唱。因为要严格保密嘛，所以从演员进入鸟巢之后呢，家长就被彻底的排除在外，每次彩排都是由学校老师全程陪同。19点45分，林妈收到了老师的消息，我们上去了。20点06分，红衣女孩惊艳全场。同样守在电视机前的杨佩仪的爸妈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出现在直播画面中，但是能够清楚地辨认出那动听的歌声就是自己孩子的声音。那一晚彻底改变了2个孩子的命运。杨佩仪在最后一刻与世界性的舞台失之交臂，而林妙可被推到台上，成就了当晚开幕式的最高潮，也是她人生的最巅峰。
开幕式结束1个多小时后，林妙可和其他几位主要演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专访。之后各路媒体更是络绎不绝。在问起妙可小年纪怎么能做到不怯场不紧张，一首歌唱下来声音都不打颤的问题时，林妈非常自豪，说一啊是我们家孩子本身天赋好，二来呢也离不开家长的培养，反复鼓励不停练习，才能让他如此自信落落大方。林妈可能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当时的直播画面中，她并没有听出声音有什么不对。林妙可被捧上了中国第一童星的神坛，教女有方的林妈也成为了众多家长羡慕和追捧的对象。就连妙可身上那件据说是林妈当时花了50块钱淘来的红裙子，也成为了网络爆款，线上线下都被抢到断货。可是呢，这样的热度仅仅维持了不到3天，一场假唱风波便向她骤然袭来。事情的起因是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之前咱们提到的音乐总指挥陈其刚无意中说漏了嘴，说由于张导十分担心这么重要的场合孩子的现场表演出岔子，所以在开幕式上用的是台前现场演出加放录音的方式来完成了那段童声独唱歌唱祖国，也就是俗称的假唱。而更为特殊的一点是，这个假唱的声音并不是林妙可的，而是来自于那个没能露脸的杨佩仪。这儿要多说一句，有些媒体报道说，当时呢是林妙可在台前对口型，杨佩仪在后台现场演唱，一前一后来了个双簧。这个说法后来被陈其刚以及张艺谋都否认了，因为那样做不仅难度更大，容易出现节奏不对的穿帮，而且同样不符合张艺谋的完美主义标准。事实上他们手里头有几十遍在不同时间录下的杨佩仪的演唱音频，从里面挑出了音色最好也最符合林妙可演唱习惯的一支，这才能做到完全的严丝合缝。换句话说这场假唱其实是准备已久的，从一开始就有计划的，并不是临时起意。当然了，张导后来也承认说，尽管假唱是个早已经决定的事儿，但是他心中却一直纠结到了最后，在是不是要派2个孩子中的一个上台真唱之间举棋不定。原因是他认为林妙可的形象更好，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杨佩仪的嗓音又是独一无二的。在睁眼看人和闭眼听歌之间呢，张导选择2个都要，他把2个孩子的长处捏在了一起，达到了他心中的完美。但是这个完美的代价是什么呢？奥运会开幕式假唱成为了爆炸性的新闻，同时人们都很好奇张大导演口中那个形象上不了台面的女孩杨佩仪到底长成什么样，只能当一个生地，连脸都不让露。结果等几张照片放出之后，大家却看傻了眼，这不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标致的小姑娘吗？怎么就给张导丢人了呢？而且很多人觉得杨佩仪的眼神纯真，笑容中自带着一种腼腆羞涩浑然天成的小可爱张艺谋解释说杨佩仪的遗憾不是出在五官长相上，而是因为孩子当时正处在换牙期，一张嘴这门牙是个漏风的豁口，而林妙可呢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白牙，比较符合审美要求。后来有工作人员爆料说，团队曾经想过给杨佩仪装上假牙，但是咨询过牙医，得知有一定的风险，会伤害到牙床，可能影响到之后的恒齿发育，杨家父母就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在他们看来奥运开幕式固然是千载难逢，但是女儿的健康也同样重要然后就到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安排假唱这个事儿，事先有没有得到过双方的同意呢？尤其是2个孩子，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双簧呢？在这个问题上林妙可妈妈和张艺谋团队都表示，两家父母在张导的亲自劝说下是同意了这个假唱方案的。尤其是杨佩仪的爸妈，甘心为了开幕式的完美呈现而牺牲了女儿的登台露脸机会，只贡献了她的歌声作为声替。而作为事件的另一方呢，杨家父母谢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不解释不澄清。而至于孩子们是否知情，其实也是有争议的。负责现场调控的团队负责人说，林妙可可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在那对口型，人家在台上是真心诚意的唱了歌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麦克风被掐掉了，替换成了准备好的录音。前面咱们也说了，林妙可有个特点是压力越大发挥越好，
所以他就跟其他所有的观众一样，真的以为那个天籁之音是自己的小宇宙爆发、超常发挥唱出来的。可是啊，这个说法在很多网友看来完全不能服众，因为就算是经过了放大和调音，是不是自己的声音你能马上听出来啊？更何况这俩女孩天天在一起排练，对彼此的声音和唱歌的方式非常熟悉，怎么可能会把别人的歌声误认成是自己的呢？退一万步说，就算妙可当时带着耳返，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伴奏，对假唱的事一无所知，但后来的重播录像你总要看的吧？这总能听出来不对了吧？事实呢，哪怕是在陈其刚爆料之后，林妙可依然坚持就是自己唱的。直到1周后，张艺谋自己出来道歉澄清，才改口说他也是糊里糊涂的被假唱了。而关于陈其刚为什么会突然爆这个假唱的料，自己拆自己的台，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说他就是面对镜头说嗨了，不小心嘴瓢了的，也有说他是和张艺谋不和，暗戳戳的想要报复，还有说呢，他就是单纯的想要给真正有才华的杨佩仪打抱不平，不忍心看他贡献了如此美妙的歌声，不仅没能露脸，连名字都没被大家所知道。事实上啊，不仅是陈其刚，越来越多的网友们也站出来为杨佩仪鸣不平，而他们主要把矛头指向了张艺谋，完全是在正常生理现象的换牙，在他眼中居然就成了缺陷。这张导追求极致，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呢？其实啊，假唱这个事儿尽管令人不齿，但是在很多的演出场合却并不少见。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歌手自己不想唱，而是因为状态不佳，或者现场的环境有问题，真唱容易翻车，于是就会用假唱的方式达到一个理想的舞台效果。有的歌手啊，还会真唱假唱穿插着来，难度高的放录音，难度低的唱熟了的则自己来啊，真真假假，配合默契，就连多年的老粉都难以听出端倪。当然了，很多假唱也有现场露馅儿的尴尬时候，比如说同样是北京奥运会100天倒计时那主题曲《北京欢迎你》啊，因为合唱的人太多了，就在表演的时候出现了声音和歌手没对上号的尴尬情况。再比如啊 ，R&B 天后玛丽亚·凯莉在2017年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夜晚会上，就出现了嘴还没张，这歌声就先出来了的车祸情形。相比之下，林妙可这短短几分钟的假唱，算不得什么十恶不赦，但是架不住当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实在是太完美，太令人震撼了，所以这个小瑕疵就变得尤为显眼，被人拎出来反复说事儿。甚至啊，美国的 CNN、英国邮报这些国外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了。时代周刊更是把这起假唱事件评为了2008年全球10大丑闻中的第10位。最后啊，张艺谋出来公开道歉，说是自己考虑不周，非常后悔当时的决定。不过他还是认为，如果能重来，他也会让林妙可上台真唱就完事儿了，嗓音差一点呢也就认了。感情在张大导演眼里，这演唱的才华终究还是得给颜值让路。对于杨佩仪呢，在新学期开学后不久，他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就召集了全校同学来到广场，让他在台上重新演唱了那支《歌唱祖国》。一曲结束啊，全场掌声雷动。虽比不得1个多月前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吧，也算是小小的补偿了一下他没能登场的遗憾。当然呢，他的名字也被加在了奥运开幕式的表演名单上。北京奥运过了16年，现在在油管上搜索当年的录像，上面也是并排着打着林妙可和杨佩仪2个名字。对于处在风暴中心的林妙可，大多数网友还是持着宽容理解的态度，毕竟只是个小孩子嘛，不小心成为了成人手中的牵线木偶而已。而网友们随后很快就发现，林妙可在公众视野中频繁出现，在名利场的裹挟下，走上了一条和同龄人完全不同的道路。林妙可一夜成名之后呢，母亲以她的名义开通了微博，在短短几天内就吸引了200多万粉丝，他们管自己叫可可粉、妙族。假唱的风波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关注度和喜爱，林妈也带着小妙可开始了频繁的商业走学，参加各种代言，拍摄各种广告，店铺开业庆典祝词。有了中国第一童星的加持，她的身价也是一夜暴涨，从之前的几百块就能拍一条广告，到后来最低5万的出场费上不封顶。
通常来说啊，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需求，明星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负责打理日常、协调工作，以及过滤掉一些不恰当的邀约。但是呢，林妈包揽了包括经纪人、生活助理、公关，甚至是造型师和化妆师等一系列的工作。而事实证明啊，没有金刚钻，还真别揽瓷器活。可能是要加强大家对林妙可奥运一战成名的印象吧。林妈让女儿不管出席什么活动，都不厌其烦地穿着同款的红裙亮相，发型呢也是鲜有变化。以后多年，孩子长大了，依旧是红裙彤彤，是要把这一身招牌 look 进行到底。那看多了，也不免让人觉得审美疲劳啊。即便后来林妙可的衣橱有了较大的改造，也是印花连衣裙、廉价面料的白西装，再加上老气横秋的发型，林妈以广场舞大妈的审美，让女儿分分钟少女变大妈。而比起审美，林妈被议论的更多的是对女儿近乎病态的掌控欲，以及毫不掩饰的贪婪。根据林妙可小学老师的回忆，她上1、2年级的时候，尽管也会时不时的请假参加各种广告和影视剧的拍摄，不过态度诚恳，也会主动的完成作业。再加上她本身也的确聪慧，所以成绩并没有掉队。老师啊，没有过多的去反对她。可是，在奥运会之后啊，因为参加了太多的商业活动和演出，妙可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少了很多，学业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学习成绩也可想而知，大不如前。不过，当时的北京市东城区西中街小学和后来的北京171中学，以及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都给林妙可一路绿灯。毕竟啊，本校的学生已经是神州名人了。后来啊，《少年先锋报》的一篇人物专访中报道，林妙可不仅多才多艺、品学兼优，哪怕出席各种公益活动、献爱心表演，占据了他平日里大部分的时间，但是依然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进入了著名的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很明显啊，类似的报道还有不少，而里面内容呢，几乎都是以林妈给出的信息为主。林妈还说过，林妙可直到初中3年级都不知道如何过马路。挺善良，挺天真。在我们来讲，我们家长来讲，我觉得他是挺乖的，就是他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你看这么大孩子到初3，他才刚学会过马路。从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他可能自理能力，我觉得我会有一些担心。可能本意是想表现自己对女儿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可是外人看来，这不是培养出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巨婴吗？除了对女儿的吃穿住行要有绝对的控制权外啊，林妈对林妙可的商业活动更是掌控得很严，钱当然是个很重要的标准。在2008年奥运会爆红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林妙可上当年的春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甚至还有网友发起投票，希望她能够和杨佩仪同台合唱一曲《冰释前嫌》。但是啊，很快林妈就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的确收到了春晚的邀约，但是已经帮女儿拒绝了，因为她觉得春晚的彩排需要很长的时间，占用极大的精力，最后还不一定能被选上。为了不浪费女儿的有限课余时间，因此只能忍痛割爱。可是啊，她转头就带着林妙可参加了四川电视台的春晚，感情林妙可的时间和精力啊，就是海绵，挤一挤总是有的。后来呢，有一位四川的编导在网上爆料说，林妙可一首歌的出场费是50万，而央视的春晚大家都知道，通常的劳务费啊只有几千块而已。为了钱而拒绝央视春晚，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很快呢，中国内地的主持人王维念就在自己的一档节目中公开吐槽林妙可一家唯利是图。这怎么回事呢？他说啊，当时有一位著名的西班牙歌唱家来华演出，于是呢，主办方想请林妙可过来献个花、拍个照，前后最多几分钟时间，报酬也已经事先说好了。结果林妈带着孩子来了以后，却第一时间要求加钱，原因是这个地方太远了，折腾一趟不值得。要多少呢？人民币200块。他不仅是当着孩子的面要这200块钱，而且还威胁说，如果不给，就不让林妙可上台献花了。负责主持的王维念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当时就让剧务赶紧给钱，但心里啊也从此看清了这对母女，觉得当妈的竟然如此熟练的以孩子为筹码讨价还价，林妙可会被塑造出什么样的价值观，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能是为了挽回一下这个见钱眼开的形象啊，1年后，也就是2010年的虎年春晚，林妙可接受了央视的邀约，在一首名为《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歌里头，和另外2位小童星以及蒋大为、李谷一、胡松华3位老艺术家进行合唱。没想到事与愿违，林妙可在这次春晚上的表现，给自己招来了更多的质疑和争议。怎么回事呢？按照事先的设计啊，孩子们在唱完了自己的独唱段落之后呢，会把麦克风交给3位前辈，在他们的带领下完成合唱。这个过麦的设计啊，在之前的多次彩排中都有完成。可是到了正式上台的时候呢，林妙可却没有把麦递给等在旁边的胡松华，而是自顾自地唱完了整首歌，让当时已经70岁的胡松华不得不略带尴尬的微微弯腰，才能让自己的声音啊从林妙可手里的麦克风里发出来。这个举动啊，又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网友们认为他小年纪，心机太重，爱出风头。这个时候呢，林妈护女心切，把锅甩给了春晚的导演组，说他们并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把话筒交过去。林妙可可能是为了怕老艺术家拿着话筒太沉，太过操劳，所以才自己主动的拿在手里的。从央视春晚到2年前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风波，人们对林妙可一家的批评并不少见。跟他有过一些表演合作的人也从侧面提出批评，比如一起演过《北方有佳人》的女演员陈小艺就评价说，她说话太假，声音太嗲。另一位著名演员濮存昕也感慨，林妙可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拍摄，忘了怎么做一个孩子了。如果父母真的是对她的将来负责，那就应该让她停一停，把镜头前学会的那些忘掉，像一个普通孩子一样上学和成长，成年以后再去考虑干表演的事情。他是一个孩子，但是他太多的拍摄，太多的老师教他，我害怕这孩子不是孩子了，我就告诉他说话呢，自然的说话，这个孩子应该停一停，应该把自己原来的那已经会的那一套忘掉，然后他真的像一孩子一样的去上学，去成长。你要再干表演，应该是高中以后的事儿。可惜的是啊，这些老前辈的肺腑之言，林家并没有听进去。在之后的时间里呢，林妙可依然是高强度的拍广告、上综艺、接商演。随着她年龄的增长，那这些工作机会也开始成反比。主要的原因啊，是因为她就跟很多小童星一样，遭遇了长残魔咒。小时候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可爱的女孩，符合大众审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脸型和五官的变化，她并没有一直可爱下去。长大后的林妙可依然算得上是一个颜值中上的漂亮姑娘，但是很明显，她眼中的灵气早已消失不见。再加上她只长个头又不长演技，拍摄和代言的邀约就越来越少。可是啊，父母似乎不愿意就此放弃这棵摇钱树，趁着有名气，能挣一个是一个，对找上门的合约也是来之不拒，质量是越接越 low。2012年6月，一张标有娱乐圈女星陪酒价格的表格在网上传开，14岁的林妙可也身在其中，陪酒价格为7万。2012年8月，林妙可发了一条微博，讨厌那些男人，每次都把我摁在床上。这句话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转发。不久后呢，这条微博被删除了，但是却被手快的网友截图了。同年12月，武汉某医院搞了个情趣病房，目的是激发不孕不育患者受孕。这个事儿啊，本来就够吸引人眼球了，但更为雷人的呢是13岁的林妙可，作为中国妇女基金会下属的中国送子鸟助孕基金的爱心人士，居然受邀出席了现场，为该医院的这个活动捧场。1年以后，林妈给14岁的闺女接了一部古装言情戏，让她跟37岁的男演员演情侣，俩人在荧幕上卿卿我我，还时不时上演拥抱、摸脸蛋等举动，不仅看得人辣眼睛，更让人不由得在心里骂一句：行啊，真他妈行！面对网上的负评如潮，林妈回怼网友们内心肮脏，看什么都是脏的。明明女儿演的是纯情戏，给不孕不育医院打广告也是为了公益事业，怎么就擦边了？怎么就龌龊了？2017年呢，18岁的林妙可作为一个艺术类型的考生，报考了包括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4所高校，但是却无一被录取。不久后啊，一段考前采访视频在网上曝光，林妙可面对镜头摇头晃脑，言语做作，表情夸张，用网友的话来说，脖子都快被他给扭断了。
在北电艺考面试的时候啊，他虽然声音感情丰富，但也是同样的问题，用力过猛，表情夸张。这并不是大家不待见他，而是他自己的表现本身存在着的问题。最后啊，林妙可被南京艺术学院录取，然后就慢慢的淡出了娱乐圈的视线，再度出现是在2022年的冬奥会宣传片。据说这次也是张艺谋力荐的结果，就是要来一个奥运会情怀杀。但是啊，这也意味着在吃了整整14年的红利之后，林妙可作为奥运红衣女孩也终于画上了句号。之后她再次出现，便是在直播间里头表演化妆外加带货，不过被观众吐槽手法作假，滤镜太厚。那么另外的那个女孩杨佩仪，她后来的人生是如何呢？和林妙可不同，她的父母给女儿推掉了几乎所有找上门来的商业合作，让她继续安静的做个小学生，课余呢也加入了合唱团，继续练习唱歌。杨佩仪的爸爸曾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开幕式当晚，当歌唱祖国表演结束，几乎所有记者都把采访合影的焦点汇聚到林妙可身上的时候，7岁的杨佩仪的确在陪伴她的老师面前哭了。杨佩仪从未说过不高兴，只是在电视里采访那些小演员时，会突然蹦出来一句：“这里本来应该也有我的。”在爸爸看来，选择什么样的表演形式是导演的设计，但在奥运之后，公众场合忽略幕后杨佩仪的存在，则是不太应该的事情。2009年，杨佩仪在香港红馆和心中的偶像张学友同唱了一首《仰望星空》。小小的她在台上眼神坚定，非常努力，和天王巨星搭配的天衣无缝。之后啊，她又给大热的卡通片《喜羊羊和灰太狼》演唱了插曲，同样大受好评。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她也会和林妙可一样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童星的时候呢，她却选择了淡出大众视野，专心学习。中学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期间呀，也有媒体采访过杨佩仪的父母，问她将来难道完全不考虑往音乐方向发展了吗？杨父回复道：“我当然认为我的女儿未来有无数种可能，但是她现在需要过的是她15岁的暑假。”这一年的夏天，15岁的杨佩仪刚刚经历了中考，并在之后就读于北京8中国际部。高中毕业后赴美留学，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还在课余时间跟朋友玩乐队，在学校附近演出，受邀参加过几个音乐节。当初腼腆害羞的小女孩，心中依然热爱音乐。不同的是，她不再羞涩，变成了台上酷酷的 rock girl， 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此时啊，台下的观众则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个默默无闻的生替。张爱玲曾经说过，成名需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很多父母的座右铭，一心要把孩子培养成童星，早早的成名，然后一辈子衣食无忧。可事实证明，哪怕是得到了林妙可那样的条件和机遇，也未必能锁定一辈子的幸福和成功。相反，是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掌控，最后成为了他们成长的枷锁。或者就如台湾名嘴蔡康永老师所说要是听从父母的话，于是放弃自己想过的人生，对自己不公平，对父母也不公平。大家觉得呢？